從沒見過用料這麼豪橫的木屋建造，使用的每一根原木都是超過100年的雲杉，耗時2年半才搭建完成，引得十里八鄉的人們紛纷模仿，至今无人能超越。從砍伐木材到墙體預裝，帕特用了半年時间，而接下來才開始进入正式动工環節。为了實現一房傳3代，打地基的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。由於帕特所選的位置處於斜坡，他不得不斥巨資搖來一台挖掘機將斜坡鏟平。剛挖2下就碰到了硬軋，沒想到底下全是堅硬的岩石，雖然艱難，他們也只能馬力全開，把挖掘機都給幹冒煙了。最終花了整整1個星期才將地基挖平整，而接下來他們馬上開始安裝模具，用混凝土進行澆築。對於地基，帕特也是有着相當高的要求。為了將整個木屋抬高到與旁邊的小路齊平，帕特選擇用鋼筋混凝土澆築出一個平台，底下還可以作為地下室和停車場。不得不說，用料這一塊他是真捨得。經過一段時間的風雨侵蝕和氧化，原木已經失去了原本的光澤。在開始拆卸重裝之前，很有必要對其進行一輪精細的打磨。帕特拿出電報機，先對原木進行一番粗加工。第一道工序不僅可以將難看的表面磨掉，還可以把原本凹凸不平的表面修理平整。而電報機夠不着的縫隙處，再使用角磨機進行深度加工。這看似簡單的工作，實則一點也不複雜，不過還是需要有足夠的耐心和體力。隨着內部牆體的打磨完成，帕特繼續轉戰外牆。現在帕特對原木的打磨已經變得得心應手，而夠不着的地方，他還開來拖拉機站在頂上作為移動梯子。正所謂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困難總比辦法多。在開始拆卸原木之前，帕特給每一根原木都標上了編號，避免後期安裝時搞錯原木的位置。隨着原木一根根的拆卸下來，還需要對之前沒打磨到的地方進行再次加工。為了提高房子的密封性，凹槽的邊緣還需要釘上一圈密封膠條。不僅如此，裡面還要填充上羊毛進行保溫，這樣才能保證零下幾十度的寒冬室內不會漏風。將所有原木準備就緒，現在終於可以開始把木牆進行重新安裝到地基上了。帕特首先在地基邊緣鋪設一層防水膠，利用噴槍對材料進行加熱，使其牢牢粘連，然後在上面鋪設一層泡沫板，這樣能保證在木牆安裝後與地基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。接着，帕特再次租來起重機，開始對原木進行吊裝。隨着第一層的原木成功就位，往上的牆體安裝只需根據編號按部就班即可。而帕特的木屋比較細節之處在於，在安裝牆體前，他就把室內的線路設計好，安裝時就能在原木上預先開好孔，把線路管道給裝了上去，確保每一根原木都安裝在正確的位置後，才在上面釘上木楔子，對牆體進行2次加固。隨着牆體的安裝完成，接下來他們終於可以開始制作屋脊。